拒绝了全校男生跪舔的冷艳校花，却对我一见钟情，还在全校师生面前说要为我生猴子。只因我觉醒了日租男友系统，不仅可以满足客户的任何要求，还能在约会结束后将期间的所有消费返还给我。都怪这坑爹的日租男友系统，说什么必须要满足客户的任何需求，同时完成后获得10倍顾客订单费用的约会金额。只不过约会金额只能给顾客消费，获得好评后保留消费的约会金额做报酬。虽然我威武不能屈，可是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而且我好像还发现了这其中的 bug， 这系统要求不让我做违反顾客意愿的不正经事。那如果顾客有意愿的话呢？难道会有芙蓉帐暖度春宵，或者自己要扮演个京中有善口记者？不行不行，在下可是个正经人，是那种富贵不能淫的正人君子。可是奈何系统给的太多，富贵就在这一念之间，老子拼了！而与此同时，在天津大学经管学院的女生宿舍中，作为冷面校花的富家女南景萍放下电话：“怎么爷爷晚上的聚会要让我来参加呀？还乱点鸳鸯谱，让自己嫁给爷爷朋友家的儿子，即便自己编了有男朋友的理由也不行，真是个老狐狸，非要让自己带回去见一见。”听着南景萍的抱怨，其他舍友纷纷出谋划策：“要不你试一下日租男友？这日租男友会有用吗？不会被我家那老狐狸一眼看穿吧？你不会还想要骗过你爸那只老狐狸吧？再说了，看穿就看穿呗。当时我也是用这种方法骗的我家老爸，不过我老爸没说什么，还给我报销了2000块，之后也没有提过催婚。那可不，要知道高中说着严防死守不能谈恋爱的是他们，上了大一之后让赶紧找对象的也是他们，哪有这样的？”此时南景萍已经在应用商店搜索了共享男友，其中有一个图标上面精美异常，还没有什么擦边男的照片，其中更有说明书让他安心。为保证用户的安全，在服务过程中，软件会自动读取麦克风与摄像头，如果出现危险状况，请立刻联系110。同时，软件在付款后，款项并不会立刻到账，而是暂时被存储在软件余额。服务完成后，根据满意状况决定是否打款。瞧瞧，这才是正经软件呢！看看之前那些花里胡哨的，什么健身裸男，什么精神小伙，怎么能和这比？在心里吐槽完，南景萍继续浏览，这还有分级呢，999元是一个理想的日租男友，满足各方面幻想。9999元可以向日租男友提出3个要求，无论是商业、音乐或者是科技都会满足。至于99999元的，便是完美的日租男友，完美的气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而且他的背景无比神秘。至于更多的，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。最终几经思索，南景萍选择了9999元的档位，并写下了要求熟知商业知识，有一定气质和低调。不行，低调太笼统了，还是改成有内涵。最终点下付款。BB， 你有新的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什么订单？我什么时候安装了这个 APP？ 这顾客姓名南景萍，天津大学大二经管系的学生，是让自己陪他出席家庭晚宴，要求熟知商业知识，还要有气质有内涵。这不是学校里的高冷校花吗？再看着 APP 上附加的详细内容，我终于确认了，眼前这个顾客确实是学校里的高冷校花南景萍。同时也总结出一点，这个系统压根一点都不正经，黑丝白丝蕾丝应有尽有。你这是偷窥吧？原本自己还觉得女人很麻烦，并不想去招惹，可是这南景萍会因为什么原因来下单呢？能知道高冷校花的秘密，还能摆好系统的羊毛，这任务不做白不做，老子接了。不过首先声明，肯定不是因为白丝黑丝蕾丝什么的。在我点了接受按钮后，订单正在生成，并把晚宴上出席的各种人员相关信息都传送到了我的脑海中，甚至为我编造了全新的信息。这是什么神迹？一下子商业、历史、文学相关的知识，仿佛我本来就会一样，甚至已经融会贯通。而这通身的气质，还没等我继续审视自己的变化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日租男友系统正在准备相关物品，物品准备完成，道具更新在3楼更衣室，银行卡密码为123456，余额为100万。请注意，此约会基金只能用于为顾客购买物品，车辆停放在地下车库，钥匙同样放置在3楼更衣室。根据顾客要求，下午2点之前要赶到天津大学经管学院女生宿舍楼，切记不要迟到。你这瘪犊子系统坑我的吧？我住这破房子哪来的3楼？我现在就只有1楼啊！就在我发怒时，却突然发现客厅之中突然多出来2个楼梯，分别以上下方向蔓延。我勒个道，这是在变魔术吗？顾客这边也不消停，怎么了？从刚开始看你就有点不对劲，第一次见这种日租男友，难免有点紧张。云云，你快告诉我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没什么好紧张的，你就把他们当作长得好看的工具人就行。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别为日租男友买东西，保持距离，不玩暧昧，手机呢时刻保持通畅，有意外随时报警。你如果还不放心的话，一会儿我跟你一起下去，这方面我有经验，到时候我帮你说一下他就好。就在南景萍心绪不宁时，电话响了起来，南景萍按下了免提。你好，请问是南景萍小姐吗？我是你的日租男友，已经到你的楼下了，
我在楼下等你。好的，我这就下去。记住，你不要被这个声音撩到，你要时刻记住，他只是你租的一日男友。想想你的身价，再想想出来做一日男友的人，他家里面是什么身价？只不过这个男人段位确实有点高，应该是经过专业的声优老师培训的，毫不做作的声线，在你说话断断续续时还能不拖泥带水，估计擅长玩欲擒故纵，所以一定要注意。走，我陪你一起下去。穆连云带着小鹿乱撞的南景平走到楼下，可是却没有看到电话里的一日男友，只有一辆看上去像是帕萨特一样的车。看吧，说什么已经到楼下了，果然是在玩欲擒故纵，背地里还是想要傍上你和我这样的年轻富婆。南景平虽然没回话，但是眼神也确实流露出一抹失望和寒光。只不过他们似乎都没注意到，那辆像帕萨特的车就是所谓的一日男友开来的作假。也不知道学校里面谁这么有钱，居然买了刚推出来的辉腾 X9M， 那可是全球限量1000辆的车，售价8888万，也就咱俩老爸欣赏这种外形普通，坐上去十分舒适的车型。也不怪穆连云和南景平，要是有这种价值的车，谁会出来做一日男友？而当我从车里闪亮登场时，面前2个女娃都呆了。我靠，这个男人身高好高，虽然不是很帅，但是那商场沉浮几十年的气场和这年轻干净的面容搭配起来，这反差感简直要人命。不好，老娘心动了。一会儿这个男生要是向自己要微信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给。是南景平小姐吗？你好啊，他怎么认识我？不对，这个声音，这分明是电话中那个声音啊！这难道就是我租的日租男友？他竟然开着价值9000万的车来当日租男友，开玩笑的吧？啊，你好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是你今天的男友。看着面前说不出一句流利话的冰冷校花，我皱了皱眉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女人就是麻烦，可是还要完成任务来薅系统的羊毛，不薅白不薅啊！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可以帮您的忙吗？南景平小姐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应该是出席家庭聚会，需要先去商场买一些礼物吗？空手去家庭聚会是不是不好？而且我看您身上也没有带任何首饰。好啊，正好我也要陪着好闺蜜一起去挑点首饰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没关系，今天的服务主要以南景平小姐为优先，只要她不介意就好。至于这次行动的购物计划，我已经定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自己怎么刚刚就追上来了？难道只是为了要跟这个长得小帅、气质吸引自己的男人多待一会儿吗？不过这专心开车的男人真的好帅啊！云月，这个人怎么和你之前说的日租男友对不上号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谁能想到日租男友开着价值9000多万的车呀？这车根本就租不到，绝对是他自己的。而且那种睥睨天下的自信和包含万物的春风气质，也不明白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会出来当日租男友？难道是找不到女朋友？这怎么可能？别说是这辆车，就是再往档次低好几个价位的帕萨特，也会有好多人围过来去加微信的。再加上那张脸和那个气质，真搞不懂。我们到了，外面便是 DL， 是最大的轻奢品牌之一，主攻情侣之间的首饰装饰。这人怎么这么多呀？没办法，只能护住自己的顾客过去了。毕竟他就是我薅系统羊毛的金钥匙，为了不让他给我差评，只好这样做了。我一手靠着南景平的肩膀，护着他往店里走去，同样又把深陷人群的穆连云一路送了过来。这富家千金穿的衣服，手感就是不错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去买点东西。不出意外，2个富家女都没有乖乖听话，反而选择了跟上去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冰心之恋卖出了吗？还没有，先生，你要看一下吗？这么帅的男人，怎么不是我的男朋友？就是这个，应该是你们的镇店之宝。这颗钻石虽然只有4克拉，但是却出自于世界顶级的雕刻大师，很好，我要了，不用包，这张卡你拿去结账。我从展柜中把冰心之恋拿出来，径直走到南景平的面前。喜欢吗？此时的南景平还想不到，我给他的惊喜远不止一个9999。怎么样？南景平小姐，喜欢我为你购买的冰心之恋吗？我的话很是平淡，就像是在路边小商店买下棒棒糖一样。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在第一次见面就送99万的礼物啊？这可不是99块呀！我要拒绝吗？可是这个项链我却很喜欢啊！女人就是麻烦，到底要不要啊？不要拒绝啊！拒绝了我的小钱就没了。为了薅羊毛，我直接大手一挥，直接把这款首饰戴在了南景平的脖子上。这下，那少女就像按下了暂停键，一直到坐在我的车上，全程一言不发。救命！救命！好紧张，这男人怎么回事？都送了99万的礼物了，为什么还不开口啊？要我的微信啊，要我的手机号码呀！这男人是怎么回事啊？连我的手都没有牵过，他为什么还不来要我的联系方式啊？难道是我的魅力下滑了吗？好后悔，好后悔！99万的礼物啊，虽然不多，但是造型好看，当做小配饰也好啊。自己也是手欠，为什么要让南景平去找日租男友？如果是自己的话，不敢想象和这种男人谈恋爱，自己会是多么开朗的小女孩。可恶，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目光留在我的身上过。南景平小姐，晚上聚会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带一些礼物过去比较好？
不用了，这男人怎么动不动就花钱？他不是又要买什么贵的吓人的东西？这可是自己未来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一定要帮老公省一点点钱。还有，这个未来老公怎么还不加自己的微信啊？要知道以后结婚什么的，花出的钱都要2个人共同商量啊。我不知道他内心的神奇脑洞，把车停到了路边。你怎么不继续了？要我的微信啊？难道说是等着我去主动吗？要知道穆连云还在车上呢，我害羞怎么办？难道要与这个完美的男人失之交臂了吗？按照日租男友系统的评价，如果是最低的1星评价，就能返现99万。这99万，我先回去给游戏充个20万，直接拿下全部皮肤，额度好像还有9999。这种羊毛自己一定要薅干净。可是还能买什么呢？我看向旁边的商店，直接把车停在路边。2位等我一下，我去买个东西。看着我去而复返，南锦屏和穆连云嘴巴都张得闭不上了。这是什么水？这不是报价2000元一瓶的雪山之巅饮用水吗？说是从珠穆朗玛峰的冰川之中采集的饮用水，经过高科技消毒后包装一瓶600毫升的饮料。可是虽然很好喝，虽然对人体有益，但是2000元一瓶的水呀，自己这种顶级豪门的小姐也没把钱花到这种智商税上啊。再看看你买的蛋糕，雪山之巅蛋糕用到的水源也是珠穆朗玛峰上的水，4寸的小蛋糕就要5000块，你这已经不是大款了，你这是富豪了吧？我一个好好的大小姐已经懒得吐槽了，累了，毁灭吧。而我没有像所有人猜测的那样，一人分1瓶，而是把2瓶水和蛋糕全都给了南锦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给我？唉，原是我不配。嗨，这2个都是给我的吗？你自己不喝吗？现在是9月，天气有点热，我考虑到你的身体，所以买了一个冰的和一个常温的。他真的好温柔，好体贴呀，连那个原因都考虑到了。可恶，你买这么贵的干什么？省点钱，为以后的家庭攒不好吗？瞧瞧那一脸赔钱货的样子，真是如塑料一样的姐妹情谊。因为我猜测家庭聚会不都要说很久的话吗？到时候怕你饿了，正好路边有这家店，就顺便买了。我这一番话化作了一头粉红小鹿，把南锦屏的小心脏撞的是七上八下。想起自己之前那些男人，如今才知道什么叫做人比人得扔了。那些家伙只知道送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，眼神也是非常露骨的盯着自己的身体。只有眼前这个男人真正的关心着我。可是你怎么没有给自己买啊？2000块一瓶的水，这不单单是智商税了，这简直就是割韭菜，还真对着韭菜的个拔的，傻子才买啊！没事的，习惯了。我这一番话，瞬间在南锦屏心中树立了一个一手打拼的光辉形象。那个，这瓶给你吧，而且今天我能喝凉的。南锦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的好朋友还在车上呢，什么能喝凉的？你在暗示什么？不是吧？你这是在暗示什么吗？我们可是正经的1任男友啊！校花，请你自重。看我，你还在开车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拧开。那个能先送我回宿舍吗？我想起来还有点事。呀，云云，你怎么还在车上？我都忘了，你也渴了吧？这一瓶咱俩一起喝。不喝，我谢谢你了，我吃狗粮已经吃饱了，以后也别叫我云云了。而穆连云在离开时，拿着常温的2000元矿泉水，这是他与我的第一次眼神接触，感受着水中传来的冰凉感。穆连云叹了口气，怎么送走了闺蜜？这个女人的位置也换了，明明后座坐起来更加舒适啊，怎么要换到副驾上了？而且死攥着手机，手指肚都握白了，难道是想要徒手捏碎吗？还有，这坐姿也太板正了吧，遮阳板也不放，这大太阳，千金小姐都不注意防晒的吗？什么？她竟然没有放遮光板，我靠，这是重大失误，她不会生气吧？万一给我一个4星甚至1星的评价，我的小钱就没了呀！我忍住内心的吐槽，伸手按下了副驾驶的遮阳板，座椅也在我的操控下缓缓地倒了15度，成了一个最舒适的靠椅。好贴心，这男人真的是全方位的打击到了我的点上。这种关心和成熟的气质，再加上那清澈的眼神，可恶，他为什么不带着欲望看我啊？虽然只是1日的男朋友，那也是男朋友啊。这时，南锦屏脑海中突然闪过书名，说过男生跟女生睡了之后就会对其负责，甚至其中一些18禁的图解，我就不给你们看了，知道你们不喜欢。而我看着慢慢向自己靠近的白色深渊，彻底不淡定了。咱们这是正经系统啊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校花，你自重啊！此时我的身体浑身僵硬，真的想把南锦屏推开，可是为了5星好评，我忍了。就在南锦屏还想着继续往我的下半身探寻时，那救世主一般的电话终于响起来了。爸，是我们马上到了，我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。这下南锦屏再也没有勇气把之前的动作重复一次，也怕他自己会在我心中留下一个不矜持的印象。与此同时，在京郊的酒店中，几个男人正在交流。老朋友，你的闺女难道真的有男友了？
应该是吧，我以为他会说男朋友有事来不了，没想到真的来了。但愿他不像老穆家的闺女，想着点什么日租男友过来糊弄。这时，李狗蛋和兰家也来到了大厦楼下。狗蛋，怎么听说南锦屏有男朋友了？今天晚上还要带过来？姐，亲姐，你是我姑奶奶，咱能别叫狗蛋吗？你说你爸真就没有考虑过换个名字吗？他考虑过，说等到我把集团外贸的部分接手，让他老人家能满意的时候，会给我改成李敬业。李敬业这名字还没有李狗蛋好听呢。话说，你真的不对南锦屏动心呢？也没见你处过女朋友，还是说你想要男朋友？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真不心动，我对谁都没有那种感觉。至于今晚有南锦屏在前挡枪，我应该能很好的糊弄过去吧。此时，我开着车带着南锦屏来到了二人面前，果然，系统赋予的气质就是吸引人。作孽呀，这女娲造人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偏心？虽然自身条件很不错，可是和那南锦屏身旁的男人一比，也是妥妥的输了呀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男人还开着一辆辉腾 X9M。佳佳，狗蛋，你们来的这么早啊？这个任务是有毒吧？怎么会有人给自己的儿子起狗蛋啊？佳佳，狗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。你好，我叫陆离。这低沉的声音果然又把那兰家迷得五迷三道。几个人在这里互相认识。兄弟，你想笑就笑吧，不用忍着。我只是觉得你的名字很有个性，而且这东西又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只不过你没有考虑过起一个英文名吗？对呀，之前遇到的人听到自己的名字都是大笑，要么就是问怎么不改名，这些废话。可是眼前这个男人居然问我为什么不起个英文名，这高情商真不简单。倒是没有什么想叫的，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比如道哥、艾哥。看着南锦屏和兰家的反应，李狗蛋突然想到了谐音梗，道哥、艾哥，这不还是狗蛋吗？只不过他没有生气，而这次玩笑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，一路走到长辈聚集的房间。爸爸、兰叔叔、李叔叔。而我在进入这个房间后，彻底觉得这个世界的人都有病。因为一个坑爹系统，我竟然支付了别人100万，但还好获得了高冷女神的青睐，甚至和女朋友的老爸称兄道弟。这个坑爹的日租男友系统，等我薅完你的羊毛，早晚要把你调教成听话乖顺的好系统。此时的我跟着南锦屏见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分别是兰家以及另一个名字独特的李狗蛋。南锦屏这个对象怎么感觉好成熟啊？而且这衣服也不是那些奢侈品智商税，看上去简洁之中透着大气。而这袖子上那块手表是3年之前瓦伦提诺公司发疯，从洛克希德公司进了一批专门用于军用飞机上的合金材料。这种合金密度和塑料持平，但是硬度远超钛合金，价值1克等于10克黄金。而瓦伦提诺公司却把这种昂贵的材料做成了手表，只有99块，每一块价格99万。原本还以为这个陆离是富二代，现在从这块手表和外面那辆车看来，这家伙根本就是人生赢家啊！哇，兰叔叔、李叔叔，这是我的男朋友陆离。很不错啊，锦屏，你好有眼光。老衲，你说的不冤，这小子浑身的气场，有没有想过是谁？这小子看起来真的很像当时咱们那个班长。确实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不过那老班长现在在南风军区，有时间咱们再去看看他吧。我看可以，可是这小子更多的却是那老狐狸的感觉。你们可拉倒吧，有这么说人家年轻人的吗？还有，别强调我说了的事。吃完饭我就让公司退出城区那块地皮的招标，这一块学区房的地皮就给你们了。不对，绝对不对，这个李狗蛋应该就是要被介绍给南锦屏当男朋友的人。可是看到自己，不应该是贴脸开大吗？怎么处成好哥们了？还有这3个大佬，应该说拿着几百万的支票离开他女儿啊。根据以往看的小说，这南锦屏的爹应该和他不合呀。此时我在心中无声的嚎叫，这世界绝壁他妈的有病。从我下了车就感觉这绝对不对劲，不过为了那5星好评，自己也要做出本职工作。结合这几个大佬的谈话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南叔，你说的莫非是辉星学校附近那块拆迁区？这小家伙还真不一般，自己这3个老家伙状态虽然放松，但是气势足以镇住一般人。但是这年轻的小伙子，不论是插入话语的时机，还是语气，就连内容都是完美的，让几人燃烧不起被打断的恼怒感。而且这年轻人还选择了3人最熟悉的地产领域，无论是真的有备而来，还是勇气可嘉，都足以让所有人高看一眼。再看看自己的儿子，真是人比人得扔了。此时的南锦屏却很焦急，拉扯着我的袖子，想让我少说点。而南风看着女儿胳膊肘往外拐的行为，面上也有了兴趣。虽然我对她很满意，可是既然说了，我也有了讨教的想法。毕竟自己家的女儿可不是那么容易拐走的。是啊，陆离，难道你有什么看法吗？这里都是一家人，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我的建议是放弃那块地皮的竞标，之后3位老板联手把余秋湖附近的一整片区域拿下来。这个气质不凡的男人，难道只是哗众取宠的小丑吗？要知道，余秋湖荒废了很久，都快变成污水沟了，他怎么敢说的？看着有点眼缘的我陷入了谈话死角，李狗蛋居然挺身而出：“陆哥，为什么要选这块的？这块地发展并不好啊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”
这个庄园酒店除了消费特别贵之外，还要有一定的身份才能进入，所以每一个房间都藏着几乎完美的设备，无论是休闲住宿还是会议，都能满足客人的需求。而陆离如此熟悉的操作，应该是经常来。那经常来的人，他的背后身份可就有一点说法了。我没有在意3位大佬的思考，而是对着天津市的地图展开了自己的讲解。关于余秋湖地区的招标地段，分别在这里，还有这3点。这几块区域之间的地段是没有招标的地区，分别形成了3个封闭的区域，为 A、B、C 3段。这里的形状和政府办公楼几乎一致。而我之所以这样说，理由便是在汉东省对于政府办公楼的设计有明文规定，所以每个都是差不多的设计。而在 A 区域里，汇鑫的双海高中 ；B 区域里带着汇鑫区最大的连锁商场 ；C 区域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。把这几点连成片，在我把这几点说出来后，那3位大佬都明白了。没有进行招标的地段，政府是打算把汇鑫区的政府办公区搬迁到余秋湖地区，甚至是连带着学校和商场一起搬。当然了，这只是在下的一个猜想。不过，我查阅了其他资料后，能够印证这个推断。根据之前发布的2篇文件，以及最近的公开市常委会议记录中，从这些政府文件之中都指向了一个目标：余秋湖地区将成为天津市定点试验区域。南风，你这个女婿真不得了，天才或许我见了很多，商业上的奇才也见了不少，但是光凭这份心智，这抽丝剥茧的能力，还有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的谨慎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说什么天才不天才，重要的是女儿喜欢就行了。我的好女婿，说了这么久口也干了，咱们吃饭吧。等一下，叔叔，我还有个事，就是李叔叔刚从乌克斯坦考察回来，我现在要告诉你，这个乌铁项目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。不可能，我刚从那里考察回来，这乌铁项目，我们3个加起来一共拿下了32%的股份，共90多个亿，他们承诺我们分摊20%的稳定收益。老李，你先别激动，别忘了之前发生的事，先听听陆离怎么说。好女婿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首先，3位叔叔应该去过上京吧？如果去过，那应该去过铁道综合管理发展处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国家部门和外政府部门背书的话，谁会相信一个年回报率高达20%，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的投资会出现在别人手上？可是那个项目是由国家部门和外国政府部门背书的呀。假的，全是假的。不是说铁道部门的办公大楼是假的。首先，我为你们梳理一下，当时您联系的时候，是不是网上公开的座机电话没有打通，所以打的手机？至于负责人是不是也换了，并不是网上公开的那个负责人。还有第3个问题，那就是负责人是不是说，因为组织里的职能优化，所以科室名称之中多了2个字，但是网上还没来得及更改。这下那3个大佬纷纷沉默。这3个巧合虽然无关大雅，但是偶然并不可能同时发生多次。这是今年7月份上京的一个招租信息，其中就有东兴路118号1楼和2楼的消息，正是铁道部门的办公大楼，而2楼正是你们之前去考察的办公室所在。要知道，铁道部门优化职能的期间，这些改革是真的，但是在优化职能之后，1楼和2楼空出来的楼层就租了出去。至于打不通电话，是因为部门办公室在内部进行了更换，在这段时间里，电话线有一段时间是打不通的。这些骗子就看中了这个时间差。再看这个，我打开了上京的公司信用查询网站，输入了铁道综合管理发展处，上面浮现的一家公司，背后挂着的认证居然是民企。这就是用不令人生疑的好处和高额回报率做诱饵，然后出具一份假的所谓国家背书的文件，借此打消你们的猜疑。这一套组合招下来，不会有任何商人不动心。至于乌兰斯坦那里也是假的。我话音一落，整个房间中安静如鸡，其中3个大佬更是背后冷汗直流。就差一步，如果没有陆离，我们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90个亿呀，都是陆离拉回来的，而陆离所利用的消息，全都是网上公开的，这真的是利令智昏，20%的利润太诱人了。南风，你这个女婿我真的没有话说。晚饭我就不参与了，陆离这份人情我牢里记下了，有什么事以后尽管找我。至于那些骗子，骗了我这么久，一定要让他们蜕层皮。别去了，李叔叔，他们早走了。据我猜测，应该是在你们去过的1周之后，那办公室应该就找不到人了。毕竟他们算是明目张胆的诈骗，就算是租客，铁道部门也不会允许的。他们这么做可是往政府脸上抹黑。不过想要报复的话倒是有办法，不是还有另外几家参股的公司还没走吗？而且手段也说不上正当，这时候可不是以德报怨的时候。我的话给了李爱国全新的思路，另外几家公司全都对这3位做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，而我刚好就把借口送了上来，那就是竞标于秋湖的借口。没想到你小子还挺狠，不过对敌人狠，这一性格我喜欢。要不是年纪差距大，我都想跟你交兄弟。你差不多就行了，你管我女婿叫兄弟，我跟他怎么算辈分？咱们各论各的嘛，对吧？
陆离兄弟，短短不到半小时，陆离的表现可以说是力挽狂澜，甚至连自己这3个在商海中浮沉多年的老将都看不出的关窍，这抽丝剥茧、见微知著的能力，怎是一句惊人能够概括？而他们此时还不知道，我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这些，只因我太过于优秀，可以让校花的父亲给我做主，亲手把他的好女儿送到了我的床上。这个系统真是不当人，要不是为了小钱钱，我早都踢了你了。原来，在经过系统给的材料后，我识破一个诈骗项目，力挽狂澜的让南景平的父母和朋友少损失了90亿，这也让他们对我很感激。陆兄弟，走，咱们吃晚饭。哇，你们插半了，而且陆离他不能再喝了。闺女，你净瞎说话，看陆离兄弟的样子，哪里像喝多了，是吧？我的好兄弟。看着一脸热情的南风，我嘴角抽了抽。先不说辈分的问题，要不是我有着系统改造的身体，还真经不住这3个老板的狂轰乱炸。爸，我替陆离喝。而他喝完这杯后，还没坐下，就倒在了我的怀里。南风也闪过了阴谋得逞的精灵。哎，这闺女不能喝酒，怎么非要喝？陆离，你受累，帮着司机带她回去休息吧。司机就在隔壁屋，要靠自己闺女那小丫头，什么时候才能拿下这眼光卓绝、涵养和知识都领先的女婿呀？看看2个人哪儿有一点亲密的样子，就连夹菜都是用自己闺女的筷子。而且这个陆离，据我所知，那肯定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理解非常深，也就是说，对待男女关系上肯定是有些守旧。换个话说，自己这个女婿绝对不会乱搞。那小丫头千杯不醉，仅仅是一杯就倒在陆离怀里，估计也是想走出那关键性的一步。只要突破了这一步，陆离一定会对其负责。只是自己这老父亲居然亲手把闺女送到别的男人床上，哎，总是要嫁人的。南风就这样安慰着自己，看着陆离抱着南景平出了房间。女人真是麻烦，自己还不能走，为了好评还要照顾她到彻底清醒。而且如果喝多了，半夜呕吐，等到一醒来，那不妥妥的一星差评。只不过这女人靠的位置真是敏感。我就这样抱着装醉的南景平，一路走到了别墅里。不得不说，这有钱人的房子真大呀！即便是自己这185的长跑，也足足走了有好几分钟，才找到南景平的房间。只把这女人放床上就可以吗？但是这些衣服穿起来睡觉的话，是不是不舒服？可是自己如果光脱衣服的话，那就违背了正经的人设。怎么回事？我都醉了，为什么这个男人还在那里杵着？我都已经要对你图谋不轨了，你怎么还以为我是在故作矜持啊？你要怎样？快点变成衣冠禽兽呀！你在那里可是禽兽都不如啊！不过陆离这样的人肯定不会趁人之危。算了，豁出去了，为了我的5星好评，就帮他换件衣服吧。反正真到过火的时候，系统会提醒，到时候自己再收手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为了好评，我拼了！我靠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自己脑袋晕晕的？难道是真的喝多了吗？好像还闻到了陆离的味道，他要对我动手了吗？南景平感受着自己的衣服被慢慢脱去，女人真是麻烦，穿的这么多，真不知道这蕾丝的束胸东西穿着睡会不会难受，还是脱下来吧。还好全程没有一点警告。不是吧，大哥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已经在被子里了，你也帮我换过衣服了，看都看了，是不是少点什么？比如被子里面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男人？这个男人正好叫做陆离，而且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？换衣服的时候是生怕碰着我。听着我从洗漱间出来，一路走到书桌前，那悠长的声音变得缓慢而平稳。南景平凌乱，一夜过去，第2天南景平醒来，人呢？人怎么消失了？看着我留下的一杯温水和一张纸，南景平好像丢了魂一样。陆离终究还是走了，在半夜里确保自己不会醉酒而失态后，他就走了，送了一个100万的项链，就这么走了。甚至我还没有加上他的微信，连联络方式都没有。您租赁的1日男友服务已完成，请尽快评价，超过72小时后，系统将默认好评。对啊，是应该好评，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完美的外形，可是终究只是租来的1日男友。哎，不对，既然能租1天，就还能再续费啊！而且出来做1日男友的人，肯定没有女朋友，自己背后的豪门，再加上这张脸这个身材，倒追一个男人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小陆离，你想逃出姑奶奶的手掌心的，想都别想。随着幻想的越发深入，南景平的嘴角开始逐渐扩大，在书写了好评后再次下单，并备注只要陆离。怎么回事？订单怎么完成了？还好评价是5星，花费金额使用了998997元，10倍返现那差不多是1000万啊。同时系统还升到了2级，获得了一次抽奖奖励，这系统还挺人性化。等升到5级的时候，返现金额的倍数和约会金额都会提升。只是怎么还有一条新的日租订单？还是你南景平，这女人上瘾了是吧？我可不是资本家手底下打工的小强，打死都不接了。我毫不犹豫地把订单给拒绝了，而电脑上还一笔未动的高数作业，瞬间让我皱起了眉头。坏了，我忘了还有这茬。不过之前的经商知识已经尽数烙印在脑海，害怕区高数，看我5分钟解决你。而事实证明，高数是不会骗人的，数学不会就是不会。我只能乖乖地搜起了答案。与此同时，在南景平的宿舍，一个少女的心轰然破碎。她竟然拒绝了我的订单，到底是为什么？
哎，别多想，或许他今天只是有事儿呢。可是我连他的微信都没有加上。此时的我哪有闲心去照顾那个大小姐？把商城皮肤全部扫空之后，只觉得空虚寂寞。都7连胜了，怎么感觉这个游戏吸引不了我了呢？要不出去转转？对，出去转转，就去精灵吧。之前一直想去那里旅游，因为钱和时间的原因一直没成。现在时间也有，钱也有，此时不去更待何时？我还奢侈一把，直接订了头等舱。至于行李，一张银行卡就够了。在新一天的课堂上，我不仅逃课了，还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学校，奔赴航站楼。特等舱就是舒服，还有网络电视可以看。就是这空姐太烦人，怎么每次都过来问自己有什么服务？我说小姐，你已经来5次了，我说了我不要。这个空姐虽然很漂亮，但是我可是个正经人。先生，这是头等舱的特殊服务，这个男人一定要得到。这张脸简直是天神的造物，从哪方面看都是令人着迷，还有那浑身上下的荷尔蒙气息。谢谢，不需要了，我现在需要休息一下。这男人怎么一点都不礼貌啊？自己甚至为了他都违反了规定，解开了封禁扣，怎么一点都不心动？不行，不能就这样放弃，哪怕是留下一个回忆也不错。您是需要休息对吗？那你等一下。只见这空姐贴了上来，帮我调试座椅。果然，我就不应该那凝视那雪白带着点粉红的深渊，这报应不就来了？深渊都要起脸开大了，我需要休息，请你把门关上。好的。我看着在座位里关门，还想继续脱衣服的空姐，脑袋彻底混乱。不对，小姐，请您住手，我刚才可能说的不清楚，我是说麻烦你出去关一下门，谢谢。我看着红着脸的空姐关上，转身就要对着自己展示那女不愿看画面的我立刻制止她。要知道，我自己可是个正经人。请问空姐还有什么事吗？我需要休息了。那个先生，请问你介意有女朋友吗？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，那介意多一个吗？我介意。那你介意在这段旅途有一个充满意外的惊喜吗？不好意思，不需要。在下是个正经人，而且我要休息了，谢谢你。等到飞机落地后，我立刻像逃难一样火速离开。如今我只想找个酒店补补觉。你好，我想订一个沿河风景房。有的，请问您要住几晚？先订7天的吧。刷这张卡。好的，这就为您办理。我靠，没想到上班还有福利。眼前这个男人不仅长相可以出道，而且声音还贼拉好听。最重要的是这帖子老有钱了，这酒店的沿河风景房可要2万一晚上，7天那可就是14万。好的，已经帮您办理好了。这样吧，我引导您上去。可以，谢谢。15分钟后，先生，15楼呢是自助餐厅，16楼是宴会厅，17和18楼分别是西餐中餐厅。至于在网上呢，便是休闲娱乐场所。21楼是健身房，22楼呢是我们的顶楼，上面有露天游泳池。小姐，我现在想休息了。你已经把2楼到22楼的所有功能都给我介绍了，我想去休息，而且我现在也不需要福利，麻烦你出去帮我关一下门。对不起，我是个正经人，我不是。我知道你是个正经人，我呢也是，所以有其他想法的话呢就不要了，好吧？打发走了第2个想要留下旅途记忆的人，我终于有时间看下自己休息的房间。不得不说，贵真是有贵的道理。这大片的落地窗，那窗外面的运河景色。准备洗澡的我挎着长腿迈入浴池，此时我还不知道，这段旅程中的一段缘分就住在我的楼上。身为千万富翁的我却做着日租男友，只因日租男友系统给的太多。要不是你这个狗系统给的太多，我是不会出卖自己纯正善良正经的人格的。你有一个新的订单，订单主人林小婉，顾客选择套餐99999，信息是理工大学大2金融系学生，要求陪同顾客出席晚上的宴会，同时让追求顾客的男生彻底死心。如果达到5星好评的话，就可以获得约会基金的10倍返现。之前9000元的约会基金是100万，这9万元的最起码得翻10倍吧，那么自己就能拿到差不多1个亿的报酬。不好意思了，正经的人格不是我抛弃了你，而是他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而此次任务的顾客林小婉还和我有些关联，她就住在我房间的上面。由于出色的外表和背后的凌驾，林小婉一直被狄元芳纠缠。狄元芳，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是没有机会的。你不用拿这些理由搪塞我，你身边有没有男人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如果你真的有男朋友，正好今天晚上有一个慈善宴会，你直接带着他过来，说不定我还能死心。前提是如果比我优秀的话。是个人都会比你优秀好吧？可是要真的让狄元芳死心，自己又不能平白无故拉一个人过来。于是林小婉就打电话给闺蜜，通过她的建议，在那一众共享男友 APP 中选择了日租男友。只不过最开始是9000元，瞬间就被我这个千万富翁给拒绝了，这才有了后面的9万元套餐。您的订单已经被接受，稍后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，请注意接听电话。喂，是林小婉小姐吗？这钱没白花，之前被9999元的套餐拒绝，我还下过其他擦边的各种共享男友软件，阳光的、低沉的，甚至还有低音炮，不过那都是刻意的，和声优学了相关知识练习的结果。而如今电话里面传来的声音十分自然磁性，就像是温暖的阳光包裹着身处寒冬腊月的自己。喂，请问有没有人在听？有，请问你是谁？
我是你今天的男朋友，只不过林小婉小姐，我大概要6点能到，请问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你先去忙，多晚都来得及。那我们到时候宴会厅里见好了。没事，你声音好听，你说了算。林小婉突然期待起了今天晚上的宴会，当然不是那个狗皮膏药的狄元芳，而是期待这个声音的主人。已经为宿主准备好物品及车辆，请前往968号房间领取。由于宿主在这里无房产，所以提前购买了一处房子，而房产的级别取决于系统等级，与顾客选购的金额无关。时间很快来到了5点50分，而林小婉也被狄元芳堵在了宴会厅靠近门口的卡座。这个狄元芳虽然有着干净的气质、帅气的外表，还有那价值不菲的衣服以及背后的势力，可能是个普通女孩，就直接缠了上去，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人渣，自己也想谈一场恋爱，可是却不想和狄元芳这个败家子单纯的玩玩。小婉，都6点了，你的男朋友怎么还没来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他能来是给你面子。再说了，不还没到6点吗？请，我等得起，就算是8点9点，半夜我也等得起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里7点可是要举办慈善拍卖会，到时候你男朋友没来的话，那我可就要当这个人不存在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我有男朋友，至于你说的有的没的，以后少提。好，骗鬼呢，说有男朋友，如果真有的话，我早就不在你的宿舍楼下上蹿下跳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却传来了愈演愈烈的惊叹声。那是什么？那现代工业化大成的车，这辆车可是科尼塞格幻影，是老牌跑车厂商2年前推出的顶级跑车，单价售价高达5000万欧元，甚至这个价格都能购买军用直升机了。而且这辆车在生产中保持了没有任何机械摩擦噪声的特点，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它无法量产，所以全球只发售了10辆。而根据自己所知，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人有这个实力能够买得起这辆跑车。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林小婉之前说的男朋友，还说今天也会来，又说不在江宁，难不成如果真是林小婉男朋友的车，那自己可就摊上大事了。能开着这辆车的人，就算是自己的老子，估计都惹不起这背后的势力。这辆价值不菲的车侧门缓缓向上升起，而我也在这万人瞩目中闪亮登场。我靠，这个男人是什么？长得也太帅了！输了，完全输了，甚至连自己帅气的皮囊都比不过他。不论是财富还是外貌，都让我望尘莫及。女人就是麻烦，这些人能不能别贴招了？要是晚了一点，让顾客不高兴打了1星差评，我可真就要哭爹喊娘了。快点，你们让开啊！在我婉拒了无数人后，终于来到了林小婉面前。小婉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声音，我靠，不是吧？10万虽然贵，但是租男友租到一个开着5000万欧元车的人，还长得这么帅，一定是我在做梦。还有他身上那神秘的气质，这不会是哪家的富二代过来体验生活吧？怎么每次见我，顾客都是这个表情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证明自己，不然被打了差评，我的小钱可就跑了。你怎么愣住了？是见到我不开心吗？可是咱们之前不刚刚说好吗？而且我也没迟到啊。说完，我就把手机抬了起来，屏幕中赫然有一个和共享男友相对应的客户端，而我刚举起来，就被林小婉按了下去。我靠，这小姑娘你也不看看我手的位置，幸好我躲得快，不然我可就要碰到深渊了。而且你不要这么大力，咱可是个正经人，你的深渊压迫住我的静脉了，校花请自重啊。好好的一个男人，怎么就被白菜拱了呢？真希望能搂着陆离的是我啊！哎，好无语啊，好苦涩啊！多么希望搂住陆离胳膊的是自己啊！宴会就要开始了，你这样我还怎么给你唱歌？就开车过来的时候，刚好想到了一首歌，正好适合你。怎么，不愿意听吗？不，我不介意，你做什么我都不介意。你没事吧？你这是在暗示什么吗？请你自重点，在下可是个正经人。那么狄元芳也不介意吧？对了，你还没给我介绍呢。为了彻底完成顾客的需求，让狄元芳彻底死心，我可是加倍努力了。完了，自己是真的惹到不该惹的人了。现在跑也不管用了，因为跑不掉。能开上这种车的人，背景一定很神秘。真想找自己，恐怕比呼吸都要简单。你好，我叫陆离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了，我明白了，对不起，这家伙真是恐怖。明明自己之前对林小婉做了那么多事，他还能挂着笑容，不会是要暗算我吧？不介意我用一下钢琴吧？听说你当初是想用钢琴来向林小婉表白的。没有的事，你想用就用。而我一步步走向钢琴，随着我的离去，狄元芳甚至感受到了父亲都未曾带来的强大压迫。我坐在钢琴上，一个按键一个按键的尝试着钢琴的音调。干，这调不成调的，果然人无完人。我就说嘛，这个男人不会钢琴，怎么可能有人什么都懂？在他们还没放下嘲讽的想法时，一阵悠扬的音乐传了出来。是的，我刚才只是在适应这架钢琴的音调，一首流利的告白气球倾泻而出，整个大厅被我的音乐填满。在我嗓音的加持下，原本略微有些
些咬字不清的原曲被唱得更加深情。这首歌怎么会唱得这么好听？难道上帝在创造陆离的时候，是又开了窗户又开了门吗？怎么会有迷迷糊糊的感觉啊？陆离的歌声好美妙，而那其中亲爱的3个字，肯定是对我说的吧？哦，他太甜了，他好会啊，我好爱。林小婉就这样保持着迷迷糊糊的状态，和我一起来到了拍卖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只是弹唱了一首歌，怎么林校花就这样了？要知道，在下可是个正经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正经一点啊！拍卖会现场主持的司仪看到我强大的气场，理所应当的认为我是这个慈善拍卖会的老板。老板，您看可以开始了吗？见我点了点头，司仪带着兴奋的表情开始了拍卖。感谢今晚各位来参加拍卖会，本次拍卖会所得物品均由在座各位提供。首先，第一件是出自大师谢若琳之手的同心结玉佩，地价30万人民币。林小婉一直很喜欢这个玉佩，同时也是狄元芳拿过来的，她想依靠这个玉佩收获林小婉的芳心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咱就买下来。而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有人敢和我拼财富。别人拥有系统都是逆袭成王，而我拥有系统却差点把2个腰子累坏，2个校花缠我身子，还以单双数划分了每周的使用权。而我之所以成为香饽饽，完全是因为那坑爹的日租男友系统。第一件拍卖品出自谢若琳大师之手的玉器同心结，这也是谢若琳最后一件作品，起拍价30万人民币。果然是我想要的那块玉佩。初次看到它时就已经决定，如果遇到一见倾心的人，就买下来这块玉佩。如今遇到了陆离，一定要把它拍下来送给对方。50万，50万对于起拍价30万的玉器同心结来说，其溢价已经快接近1倍。而就在这个玉佩即将来到第3次竞价时，意外发生了。60万，怎么又是这个拆二代？仗着拆迁补偿获得高的吓人的现金流，名下也没有公司，根本不怕其他富二代的报复。而且这家伙仗着愿意给女孩花钱，明目张胆的处着多个女朋友，怎么偏偏和他对上了呢？明年俺就准备回家结婚了，也不知道给未来的媳妇儿买点啥，所以看到林小婉这么喜欢那个同心结，那他媳妇儿也一定会喜欢。这让围观的众人惊掉了下巴。朋友给他们的印象便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如今的语气可以说是低声下气了。而导致他如此忐忑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坐在林小婉身旁的陆离。彭勇这个家伙怎么偏偏挑这个时候破坏自己的好事？不行，这个东西必须要买下来，这是我和陆离爱情的见证，大不了以后向老爸预支一下。61万，70万，71万，80万，这林校花怎么回事？就不能成全一下自己吗？自己虽然有钱，但是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虽然和刮来的差不多，但是这个风他一辈子也就刮了那么一次。81万，90万，91万，92万。听林小婉这语气，91万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自己也没有必要10万10万的往上加，真是可恶啊！这都花的31万，能和多少小姑娘探讨人生哲理啊？自己家里虽然有钱，但是也经不起这么造啊。虽然很想把这个玉佩买下来送给自己的男友，但是这个价格也太离谱了。林校花怎么不加价了？不会是没钱了吧？你很有钱。说全国那是有点吹牛，全江陵谁不知道我？金眼手段可能没在场的人多，但是钱我可不比任何一个人少。而彭勇之所以敢触陆离的眉头，便是打算毕业以后就回老家待着。他就不信了，陆离再怎么手眼通天，也不能时刻都盯着自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么这个玉佩我要了，价格就999万吧。我这平淡的一句话，直接砸得在场所有竞拍者人仰马翻，甚至司仪都把手中的锤子掉在了地上。果然我是真的惹不起陆离呀！就算是最顶级的富二代，也不可能为了一个30万的玉佩，直接拍价999万。自己嘴欠个什么劲儿啊？不说那句话，这玉佩都到手了。还有这个陆离到底是个什么人啊？999万就这么淡然的说出来。司仪，你是不是可以倒数了？我不相信他能出999万买一个价值30万的破东西。这张卡直接刷了吧。密码是123456。这陆离是多财大气粗啊，有1000万存款的银行卡，密码竟然只是123456，就不怕被盗了吗？他们不知道，我还真不怕被偷，毕竟系统给的约会资金只能由他爹女方花，其他人捡到也不过是废卡一张。这约会资金还能这么用啊？自己算不算是钻了系统的后门？以后就没有必要按原价去买东西了，能找到系统规则中的漏洞，也算是好事。而随着司仪刷完卡，把玉佩和银行卡恭敬送回来的表现看，这次交易已经成功了。喜欢吗？喜欢就好，送你了。陆离，其实这玉佩不值得这么多。没事，我买的只是你的喜欢，而且从今天开始，以后这块玉佩的价值已经被我定价在了1000万，这种情绪价值，任何人都不能改动。如此霸气侧漏的一句话，让整个现场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自己应该是爱上了眼前这个日租男友，帅气的外表，霸气的气场，以及那绝佳的学识。如果可以，我甚至想立刻飞蛾扑火，把全身心都交给眼前这个男人。亲爱的，这是一块手心玉，你知道手心玉做成的同心结一般都是怎么保存的吗？我靠，这林小婉要学南景平一样不正经了吧？林小婉利用陆离的身体做遮挡，把那块玉佩放在了自己的心脏旁边，而那蓝色丝状物托举着的雪白深渊，也让我目瞪口呆。说好的正经人呢？林校花，请你自重啊！
在我拍出了1000万天价后，整个拍卖现场接下来的所有物品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拍卖气氛中。每一次司仪都会看我的脸色再决定竞价，在我摇头明确表示不感冒后，其他竞拍者才会继续正常的拍卖竞价。好看吗？很好看，玉和你都好看。那亲爱的，你还想继续看吗？我就说这个系统不正经，接的都是缠我身子的单子，还问我想不想看，能不能正经一点呀？林小婉，请你自重点，我一早就说了自己是个正经人。这个陆离怎么如此不解风情啊？本来按照我的想法，剧情应该是我问好看，他回答好看，我再反问还想看吗？他应该说想的呀，然后2人结伴把家还，之后进行深入交流的呀。自己都想好了，租的房间有个大的落地窗，一边看风景一边交流更刺激啊。这陆离是什么回答？什么叫正经人？难道我就不是正经人了吗？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拉过手呢，怎么就不正经了？那你继续当正经人吧，我走了。虽然林小婉说着想要走，但是她那比蜗牛快不了多少的动作，以及握住我腰间的双手，都表示着她的口是心非。我送送你吧。女人就是麻烦，这到底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啊？万一是真生气，反手给了自己一个1星差评，那么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况且自己也算是凝视过深渊的人，看完就跑，实在不是君子作风。谁让你这个正经人送？我有手有脚的。虽然林小婉嘴上这么说，但是手依旧抱着我的胳膊不松开。到外面被冷风一吹，她骤然脸色变得煞白，好像我身旁搂着的不是男朋友，仅是租来的1日男友而已。过了今天晚上12点，陆离就离开了，这种感觉，心脏好像被握住了一样，难以呼吸。林小婉和我一路沉默着走上了车，气氛平淡的能听到我和她的呼吸声。这次我可不会显露什么绅士风度，为她做多余的事了。自己一件都不会做，调座椅什么的更是想都别想。上一次调座椅之后，那个曾经坐在副驾驶的疯狂女人直接扑到了自己的怀里，疯狂占便宜。现在男孩子出门也要保护好自己，再结合林小婉之前那惊人的举动，自己如果轻易的帮她开个窗调个座椅，这暧昧的气氛不就上来了？到时候自己就是待宰的鸭子呀！要知道这个车的空间还是蛮大的。陆离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啊，不对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如果说没有女朋友还好，如果说有呢？这么完美的男人根本就不缺女孩追啊！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，那自己不就知3当3了？我放弃陆离，不行，自己大不了就没名没分的跟在他身边好了，这肯定不是他的错，都是我自愿倒贴的。没有，你有女朋友也没什么关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介不介意多一个？什么？你说你没有女朋友？我出来做日租男友，如果有女朋友的话，公司是不会签自己的。果然，陆离这么完美的男人，根本不像其他富二代一样花心。但是如果自己直接说想要和他交往的话，会不会把人吓走啊？而且自己还收了1000万的礼物。想到那个玉佩，林小婉立刻当着我的面把手伸进了深渊巨缝之中，可是她怎么尝试，好像都有些够不到。我手指太短了，陆离你帮帮我，把那个玉佩拿出来，哪有第一次见面就收这么贵重的礼物？我求求你了，你收自己的深渊吧。那被你折磨的带着粉红痕迹的不可名状之物，那蓝色蕾丝都快装不下了呀！林小婉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我真的是个正经人。而林小婉就像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在做什么一样，娇羞的惊呼了一声：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也不是在勾引你，就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让你给我买这么贵重的礼物。没关系，公司都给报销的。我本以为说出公司的名头后，林小婉会对我的兴趣减弱，却没想到她脑子很灵光，竟然套出了我的话，最后还在房间里逼我对她做出了这种事。我被日租男友系统缠上了，而女顾客给我的评价竟然是：对于陆离的表现，我给96分，差4我给满分。不行，赚到钱之后我得立刻罢工，不然腰子不保。这个1000万的同心结你拿走吧，毕竟咱们才第1天见面，就收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好吧？没事，都小钱，更何况公司给报销的。公司给报销，可是我只给了10万块啊！你们公司怎么能给报销1000万？因为这是公司的目的，让顾客拥有最好的体验，而且车也好，钱也好，这些都是公司的。骗谁呢？就算钱是公司的，这种5000万欧元的车呢，公司让你开出来做1日男友，退1万不讲，就算车也是公司的，那你这一身的气质呢？这能做得了假？陆离，既然你这些东西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我满意，那么你的声音什么的也是专业学过的吧？那你就用原本的声音说一句话，只要和现在的声音不一样，我就给5星好评。这婆娘怎么这么狡猾，竟然把自己套上了。你不想说的话也可以，既然你说你没有钱，那么这单结束后，你就跟我回老家结婚吧，以后我养你啊。我现在已经知道说多错多，于是一路上并没有再说话，而是安稳的开着车，把林小婉送到了酒店中。林小姐，我们的服务已经结束了，记得给一个5星好评。现在的女人真大胆，男孩子出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这一路上要不是自己制止，林小婉都要把衣服脱了准备墙上了，还说什么好热，别说5000万欧元的车里面有空调，就算是没有，现在也是秋天好吧，我只想离他远一点。你开那么快干什么？这样吧，
你送我上去吧，陆离。知道你是个正经人，你会画画吗？油画、水墨画，甚至写生之类的。这个我还真会。完成南锦屏那单后，他所提出的有内涵所带来的 buff 加成，都被系统打包塞到了我的脑袋中，其中就有画画技能。我会画画。真的吗？那么你跟我进屋吧，不要瞎想，是颜料什么的都在屋子里。等你给我画完一张画，我就给你评价。我这么一个黄花大笑话，进去才是羊入虎口啊！这一步踏错之后，可就成了你们不爱看的内容了。万一导致粉丝流失，我可上哪说理去？而且系统还说了，咱们都是正经的，万一一不小心冲动了性情了，导致系统关闭了，自己这1000万上哪要去？林小婉看着我没有动，就伸手拉着我的胳膊往里走。真的只是画画，而且我也是正经人。你林小婉要是个正经人，那我陆离就是当世活佛。你今天要是不帮我画画，我就给你1星差评。林小婉如此理所当然的态度，让我心中燃起了一丝怒火。凭什么付钱的就是大人？1星差评，自己还能拿到999万呢，也不伺候了行吧？林小婉看着我严肃的神色，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并不是男女朋友。我错了，我求你了，就画一张吧。女人真的麻烦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之后就是1哭2闹3上吊，吵得自己头疼，那就画一张。那个，我房间可能有点乱，你不准嘲笑我。一个美女的房间能乱到哪里去？可是当我看到里面的景象后，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绕过了那些不可名状的物品后，我发现只有墙壁自己能看也能播。我刚调好墨汁，你准备好了就……我就说这娘们不是好人吧，浑身只披着一块破布，就差把想一起进行生命大和谐写在脸上了，我就不该接这个担子。我之前就和你说过，画一张我和玉佩的画，只带着玉佩，有钱的就是大爷，让你照我所说的意思画一张画像。这最后一句是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中的台词，估计林小婉也想和 Rose 一样，有着完美的爱情。在床上躺着，不，去沙发上躺着。我这话也是出自《泰坦尼克号》。陆离竟然也看过《泰坦尼克号》吗？而且还对台词这么熟悉，应该不止看过一次。这样的话，那陆离是不是就像电影中的杰克一样，而我就是 Rose 呢？林小婉一边幻想，一边在沙发上躺了下来，看着专注画画的我，林小婉有些痴迷。果然，专注工作的男人最帅，再加上陆离本身就好看，那种专业的吸引力，果然没有人能够阻挡。只是你也太专注了吧，自己这么大的一个美女，赤条条的在你面前，哎，你眼神就没有一点点欲望吗？而我也在不长的时间中完成了画作。林小婉看到后心生震惊，这是一幅怎样的画作？其中不仅有水墨画的风格，还有写实感，可以说能和古代任何一位大家的名作相比。陆离，今晚别走了，好不好 ？TMD， 这女的怎么回事？处处发情吗？没听说她是属狗的呀？女泰迪收敛一下吧。林小婉，我只是你租来的1日男友，请不要越界。而且咱们才第1天见面，既然你说自己是正经人，那么咱们也算是萍水相逢。第1天就深入交流并不合适，而且我突然想起来我有女朋友了，也介意再多一个女朋友，即便你不要名分我也介意。我认真的，陆离，陪我吧，今晚就1晚。你去洗澡吧，只要这个女人去洗澡，我直接进行一个跑路的大动作。为了林小婉这个女人，放弃小钱钱才是傻子的选择。再说了，女人哪有游戏好玩？想和游戏比，真是做梦。把林小婉送到了浴缸后，我立刻闪身走了出来。和我准备跑路的动作不同，林小婉此时不知道想些什么。真不敢相信陆离竟然同意了，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听说那什么的话会很痛，不过经过多种学习资料的辅助，自己也算是个老司机了吧。而且陆离一看就是那种没做过这种事的小男生，或许还需要自己的引导呢。想到这，林小婉越想越迷糊，而我也感觉到浴室中静悄悄的，于是便推开了门，发现已经睡着的林小婉，秉持着服务到底的准则，用毛巾把她浑身上下的水珠都擦干净后，确认对方没有醒，我立刻跑路。今天晚上也别想回酒店了，要是那女的醒来再发疯，下楼找自己的话怎么办？还是先回学校吧。这是哪？自己不应该在浴缸中吗？怎么会有太阳？陆离呢？确认我走了后，林小婉想联系我，却发现她并没有我的微信。看来是我在浴缸里睡着了，是陆离抱着我回到了床上，而且自己也没有被做什么。原本那句正经人看来不是假话，只是自己都做到这个地步，陆离竟然无动于衷。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您的日租男友订单已完成并超过12小时，是否选择付款？付款后请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打分。难道陆离是因为昨天他们还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所以才没有对自己进行更加深入的开发？真是一个温柔的男人，长相帅气又有钱，还温柔体贴，如此完美的男人，自己一定要得到。如果放弃，必定会是终生遗憾。被我看上的男人是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再说了，只要评价完这单订单之后再下单的话，备注陆离接单就好了，就不信你不现身。订单已完成，评价为5星，奖励正在结算中，获得5星好评，约会金额使用999万，获得10倍返现，9990万元已发放至银行账户，余额为1,957万3997块5毛2，个10、100、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千万亿。我去，仅仅2天我就成了亿万富翁了。
这可是能为自己花的钱。但是巨大的惊喜之后便是深度的空虚。这钱该怎么花？去买吃的，一天也就3顿饭。游戏自己已经冲到最顶级的 VIP 了，皮肤也全了，换个游戏也没什么好游戏啊。最新游戏个个跟答辩一样，哎，有钱人的烦恼。获得5星好评，客户备注支持其相关物品全部保留，经验增加1000点。9999元的5星好评获得了100经验，这一次10万元的则是翻了10倍，也就是说对方付的钱越多，经验越多。已经升到5级，开放技能面板，同时开启抽奖系统，额外奖励10次普通抽奖以及1次至尊抽奖。至尊抽奖固定获得稀有技能，且一定概率获得神秘奖励。系统开放人物属性，人物陆里，力量3，普通成年男性属性均为1，敏捷3，体力3，智力6，魅力29，拥有技能商业、钢琴、水墨画、素描、油画都是50级，烹饪10级，书法20级。注意，每完成一笔订单可获得一定的属性点，属性点也可在商城购买1点属性，可增加人物0.1的属性值，或选择升1级技能。技能达到99级将无法升级，只能通过抽奖获取技能，到达100级时会发生质变。任务开启方式：订单抽奖或者购买。第一次购买时消耗100万，第二次500万，第三次1000万，以此类推。系统升到5级，临时约会金额变成150倍，返现金额变成15倍。你有一条新的日租男友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而我想都不用想，这个最新的订单一定是来自那个女人。